酒从神的祭品到人类的朋友，神坛上的第一滴酒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世界还在混沌之中，天还是灰蒙蒙的一片，地上也没有人类。天地间最先出现的不是人，也不是鸟兽，而是一口鼎。这口鼎通体青铜，上面刻着奇怪的花纹，在天地初开的混沌中自己慢慢冒了出来。它不像一般的锅子，它是天鼎，负责接收天地之间最纯净的气息，也负责献给诸神最珍贵的东西。某一天，天鼎里突然多出了一滴液体，清澈透亮，却又带着一丝温热。天神伏羲走过，看了一眼，竟被那香气吸引，忍不住轻啜一口。刹那间，他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这是天地精华，是神灵的露水。”从此，这滴液体就被天神们称为酒。在那个年代，酒不是人类喝的，而是神明专属的饮品。只有在祭祀的时候，巫师们才能用神木酿造出少量的酒，用作供奉。这种酒非常神圣，被称为神酒，每一滴都被视为天地间的精华，只有祭天祭地或大事临头时才能动用。那时的人类还在钻木取火，连粮食都刚刚学会种植，更别提酿酒了。酒就像太阳一样，只能仰望，不能拥有。但是人类从来不是安分的动物，他们看到神明喝酒之后神采飞扬，心里自然痒痒。有一位叫做夸父的勇士，曾偷偷在神庙角落舔了一滴洒在地上的酒水，结果当场原地跳起舞来，一连跳了3天3夜。从那以后，大家就知道，酒不仅能让神明欢喜，也能让人神采飞扬。酒神的传说与误会。在古代巴比伦，有一位名叫南拿的神祇，他是月亮之神，同时也是早期的酿酒守护者。人类第一次真正学会酿酒，其实是偷师于神。传说中，南拿有一个小女儿叫塔莎，她特别喜欢人类。有一次，她偷偷溜到地面，发现人类过着辛苦而单调的生活，连饭都吃不饱，更别说有娱乐了。于是她在一块葡萄藤下唱歌跳舞，葡萄藤竟然开出了金色的果实。塔莎摘下果实，用脚轻轻踩出汁液，加入神殿带来的天露，埋入地里30天。1个月后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埋在土里的坛子，一股馥郁香气扑鼻而来。他把这香甜的液体带给人类村庄，请大家尝一口。结果，整整1个村子的人跳起了舞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人类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酒。塔莎也因此被尊为酒神女。后来，人类为了感谢她，把酿酒的技艺传了下来，用她的名字命名了第一批酒——塔莎露。然而，事情并不总是顺利。南拿知道这件事后，大发雷霆，觉得女儿竟然将神的秘密泄露给人类，是对神权的亵渎。他一怒之下把塔莎逐出神界。塔莎并没有后悔，她在凡间安了家，继续教人类酿酒、歌舞，把欢乐带到每一个村庄。久而久之，人类越来越懂得如何用谷物、葡萄、蜂蜜等原料酿出各种不同的酒。塔莎也从一个被驱逐的神女，变成了人类心中最亲切的酒神。帝王的杯子，农民的瓮。时间来到古中国，在黄河边有一个叫做伊尹的厨神，他不但是烹饪之祖，还是历史上第一位用谷物酿酒的大师。他发明了一种叫曲儿的东西，让粮食自己发酵，变甜变香。伊尹曾经说：“酒，百谷之精也；曲，天地之魂也。”伊尹把自己酿出的第一坛酒献给了商汤王。商汤王喝了一口，满脸通红，大叫一声：“妙哉！此乃仙露也。”从此以后，
帝王们开始将酒纳入日常生活，无论祭祀、战争、婚礼，酒都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不过，酒的故事不止在宫廷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，有一个叫阿古的农民，他用自己种的小米和山泉水，也试着学伊尹的法子来酿酒，没想到竟然也酿出了一种清香的小米酒。他把酒装在大瓮里，每逢节日，全村人就围在一起唱歌喝酒，这样酒就不再是神明和皇帝的专属，它成了老百姓的朋友。在田间地头，酒是收获的庆典；在婚丧嫁娶，酒是情感的纽带；在朋友对饮，酒是心事的知己。它能让人忘忧，也能让人思念；它可以热闹，也可以孤独。酒桌上的人情世故，再后来，酒不只是喝的东西，它变成了一种社交语言。在三国时代，曹操请刘备喝酒，不是真的想交朋友，而是试探他是否有野心。在唐朝，李白喝醉后写下《将进酒》，不是真的醉酒，而是借酒抒怀，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。古代官场中，有人靠酒局升官，也有人因醉酒被贬。比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，他的名句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传颂千古，却也因为喝酒写诗太多，被皇帝请去黄州反省。而老百姓家的酒桌则充满了人情世故。在东北，干了这杯是交朋友；在四川，走一个是请你上头；在江南，浅酌慢饮则是诗意的交心。不同地方有不同酒风，不同阶层有不同酒语，但不变的是，酒成了连接人心的桥梁。走出东方，走进世界。当中国还在用青铜杯喝黄酒的时候，远在地中海的一片蓝色海岸边，另一种酒悄悄诞生了。这地方叫希腊，那里的人特别喜欢说话、思考、开派对。你想想，一边讨论宇宙的本质，一边小口喝着葡萄酒，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于是，葡萄酒成了古希腊哲学家的灵感之水。柏拉图有一次在酒席上突然跳起来说：“我喝多了，但我突然明白《理想国》该怎么写了。”苏格拉底则更妙，他总是能一边醉得不省人事，一边保持理智的抬杠，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酒神附体。古希腊人甚至有一位自己的酒神狄俄尼索斯，他长得帅，爱开派对，开创了酒神节，那是古代世界最热闹的狂欢节之一。每年酒神节，全城的人都要穿上奇装异服，跳舞、唱歌、喝酒、演戏，甚至把羊牵上舞台做祭品。整个城市就像喝醉了一样，忘记战争，忘记税收，只留下陶醉。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习俗，把葡萄酒推向了整个欧洲。每一场战役的背后，士兵都要带着一壶葡萄酒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酒是胜利前的勇气，也是失败后的安慰。有一位罗马军团长写信给他的妻子说：“我想你，就像战场上想念一口温热的酒。”修道士蒸馏器与烈酒的秘密。时间一转，欧洲进入了中世纪。这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庄严肃穆，教堂林立，修道士静默读经，但你可别以为他们不喝酒。事实上，很多天主的仆人其实是最专业的酿酒师。修道院因为土地多，人手稳，生活规律，成了理想的酿酒基地。法国的香槟，德国的黑啤，比利时的修道院啤酒，全是出自修士们的手。他们喝酒不是为了狂欢，而是疗愈。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，水常常不干净，而酒经过发酵反而更安全，所以连医生都推荐每天一杯酒，健康活到老。不过，
酒的形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阿拉伯人是最早发明蒸馏器的民族，他们原本想把香水提纯，结果一不小心把葡萄酒蒸出了浓烈透明的液体，这就是后来的烈酒。最初它被称为生命之水 Aqua Vita， 因为在欧洲瘟疫横行时，这种烈酒居然能杀菌防疫，成了贵族和药师的宝物。苏格兰的威士忌，俄罗斯的伏特加，法国的白兰地，西班牙的朗姆酒，世界上各种烈酒纷纷登场，每一种都带着他们的民族性格。威士忌像老骑士，浓烈又稳重；伏特加冷峻如冰，像北方人的性格；朗姆酒自由如海，适合加勒比的海盗；白兰地优雅浪漫，像法国人的情人节。工业时代的大酒桶与小酒馆，时间来到工业革命，机器开始代替人手，连酒也进入了流水线时代。以前酿一坛酒要等3个月，现在3天搞定。以前一人一天只能酿5斤，现在机器1小时酿500吨。酒的价格跌了，产量暴涨，老百姓终于能天天小酌，不必等到节日才喝。在英国，工人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跑进酒吧来一瓶脱啤酒。那里没有神庙，没有权贵，只有冒汗的工人、劳累的矿工和闲聊的老人。酒成了喘息之气。而在中国，江南小镇上的酒馆也悄悄兴起。鲁迅的《孔乙己》中，小镇的老酒馆里坐着一个穿长衫的落魄文人，他一边喝酒，一边讲述过去的辉煌。虽然他穷得吃不起韭菜，但那一口黄酒却仿佛让他回到了当年中举的梦中。民国时期，老上海的洋酒吧更是风靡一时，灯红酒绿，爵士乐响，旗袍女人，外国记者，投机商人，文艺青年齐聚一堂，一杯鸡尾酒里搅拌着的是旧时代的欲望和理想。在那个混乱又激情的年代，酒不只是酒，它是身份，是文化，是逃避，是选择。酒里的诗与远方，文学与酒的缠绵。中国有句老话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但在古代文人那里，还有一句更贴切的话，无酒不成诗。让我们翻开古代的诗集，你会发现简直是满纸酒香。李白就是最典型的酒中仙，他号称斗酒诗100篇，喝醉的时候写下的诗，比我们清醒时写的论文还逻辑清晰，情感丰富。他曾在《将进酒》中大声喊道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可不光是喝酒，更像是用生命在燃烧。他喝的不只是酒，而是宇宙的豪情和命运的不甘。而苏轼呢，喝酒时反而安静了。他不是那种一醉方休的类型，而是清风徐来，酒自温柔的风格。在那首千古传颂的《水调歌头》中，他借酒问天，思念弟弟，情感细腻又深远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是不是感觉他的杯中酒不是烈酒，而是月光酿的？不止中国，西方的文人也离不开酒。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与小丑都少不了一杯酒来助兴。哈姆雷特中就有段台词，一杯酒可以让疯子变哲人，让哲人变疯子。美国作家海明威则是边写边喝的典范。他说，写作就像打仗，而酒是我唯一的子弹。他喜欢在古巴的海边喝朗姆酒写小说，有时候边写边喝，边喝边骂，今天不喝酒，
明天就没得写。所以说，文学与酒从来就是笔墨与酿液的缠绵。酒似乎是最懂艺术家的人，他不问前程，不问出身，只要你有情，他就灌你一口真性情。酒鬼、斗酒诗与现代生活中的微醺哲学。古时候人喝酒，要么祭祀，要么抒情，要么应酬。但到了现代，喝酒这件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现代人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微醺的状态。什么是微醺？简单说，就是刚刚好，不至于喝醉，不至于吐，但足以让脸泛红，眼带笑，心情轻盈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柔和。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，人在微醺状态下，大脑前额叶的批判功能会略微减弱，人会更容易说真话，更愿意接纳他人，情绪也会更自然地流露出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场尴尬的相亲，如果点了一瓶红酒，谈话气氛立刻变好了。几个同事本来不熟，一起喝个精酿啤酒，马上变铁哥们。就连老板也可能在醉眼迷离中给你升了职。不过，现代社会的酒文化可不仅仅是微醺这么简单。在电视节目里，越来越多的斗酒师出现了，他们穿着整齐，动作优雅，调酒的动作像跳舞，介绍每一款酒的味道，如同在讲故事。这款红酒有月下玫瑰的香气，这款威士忌有火山灰里的焦糖味，这杯鸡尾酒像初恋一样先甜后辣。酒变成了一种可讲述的味道艺术。不仅如此，年轻人更喜欢喝酒不喝醉，于是小酒馆、微醺饮品、低度鸡尾酒成了新宠。像梅子酒加气泡水这样的组合，既不会醉，也好看、好拍、好发朋友圈。现代人追求的是心情的发酵，而不是头痛的后悔。酒精的危机，从朋友到敌人。然而，凡事都有两面。虽然酒可以让人忘忧，但它也可能成为人类的隐形敌人。在全球范围内，酒精相关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关注。每年有超过300万人因酒精导致的疾病或事故死亡。酒精是肝硬化、胃癌、心血管病等多种疾病的重要诱因。家庭暴力、交通事故、青少年误饮等问题背后，常常也有酒的影子。特别是在某些社会群体中，酒精成瘾 （alcoholism） 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。有人一旦沾酒就关不住，不是开心喝2杯，而是一喝到底，杯醉不归。一位心理咨询师说得很扎心，喝酒本来是为了逃避生活的苦，但最后却变成生活最苦的部分。在中国，每逢节日喜事，酒桌文化盛行，不喝不给面子，喝了才是兄弟，不醉不归，让不少人陷入被喝的无奈。一个网友在网上写下心声：我已经戒酒3年了，但每次亲戚聚会，我都要编一个新理由，好像不喝就不是一家人。酒从朋友变成压力，从心灵慰藉变成社会负担。但这并不是说酒就该被全面封杀。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探索负责任饮酒的文化。芬兰规定公共场合饮酒必须标注酒精含量与健康建议。加拿大推广干1月活动，鼓励人们每年找1个月不喝酒。日本企业设计了酒精智能杯，检测员工的饮酒状态，并自动提醒是否超标。连科技公司都参与进来了。有的 APP 可以追踪你每周喝了多少酒，有的手环会根据你的体质给出饮酒建议，还有 AI 可以预测你是否会喝醉说错话。人类开始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不是拒绝酒，
而是学会与酒和平共处。醒酒时代，无酒精饮品与新文化的崛起，人类与酒的关系从遥不可及的神物到餐桌上的朋友，又从人生知己走到社会焦虑的隐患。酒在人类心中似乎一直扮演着多重身份，它既温暖也危险，它让人快乐，也可能让人崩溃。终于，有人开始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：如果我们不喝酒，会怎样？一开始，这个问题被当成玩笑，不喝酒，你怎么交朋友？怎么谈生意？怎么嫁女儿？但当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站出来说，我不想喝酒，不是因为我不社交，而是因为我更想清醒的生活，这个问题就不再可笑。无酒精的新饮文化。进入21世纪后，无酒精饮品 （non-alcoholic beverages） 开始迅速崛起 ，apps 开始迅速崛起。别误会，它可不是单纯的果汁或饮料，而是那些星星看起来像酒，喝起来像酒，甚至装在酒瓶里却没有酒精星星的饮品，比如0度啤酒，泡沫口感几乎不输真啤。无酒精红酒带着单宁的色感与香气，但滴酒不含。清醒鸡尾酒 Mocktails 既有层次又时尚，成了酒吧新宠。这些仿真酒满足了人们喝的仪式感，却不给身体增加酒精负担。伦敦、东京、纽约都已经开设了清醒酒吧 Sober Bars， 在那里调酒师仍旧帅气地转动雪克壶，但最后倒出的是一杯用蜂蜜、罗勒、葡萄柚、接骨木花等调制的健康鸡尾酒。在社交平台上，清醒生活的话题爆红，越来越多的人分享自己断酒100天的变化，皮肤变好，睡眠改善，情绪稳定，社交更有质量。干杯文化的转型。中国的酒桌文化长期以来有着强烈的喝酒及交情的逻辑，但年轻一代开始挑战这个逻辑。在知乎、微博、小红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热帖：我怎样优雅地拒绝劝酒？我不喝酒不代表我不够朋友。爸妈让我在婚礼上强灌新郎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甚至出现了反劝酒表情包，一个卡通人物举着无酒精鸡尾酒，头顶写着干杯可以，但我清醒。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星星真正的友情不该建立在你喝我才信任你的基础上，而应该是你不喝我也尊重你。于是你今天开车不喝，他体质喝不了，成为新的人情台词。不再劝酒，反而成了一种修养。而婚礼、年会、同学聚会中，无酒桌正在悄然流行。医学、心理学与酒的重定义，医学界也逐渐放弃了少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说法。2018年，《柳叶刀》杂志一篇震惊世界的研究指出，任何剂量的酒精都对人体有害，尤其是癌症、肝病、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随着饮酒量而持续增加。同时，心理学界也开始重视酒精背后的情绪功能。原来，很多人喝酒不是因为酒好喝，而是因为不敢表达情绪，需要借醉说话。工作压力太大，靠微醺麻痹；社交焦虑，通过喝酒变得放松；抑郁时需要逃离现实。心理学家说，酒精有时候是最温柔的毒药，它在短时间给予你缓解，却延后了解决。所以，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中，治疗师会问来访者：你每次喝酒是在逃避什么？醒酒的不只是身体，也是心灵。未来的酒、AI 调酒、数字酒馆与虚拟饮宴
当人类进入科技爆炸的时代，酒也在悄然升级。AI 调酒师在东京涩谷的一家未来酒吧，进门后你不会看到人类调酒师，而是一个 AI 智能机器人。你只需在 APP 上输入你的心情，开心、紧张、想放松、失恋，你的偏好，甜、酸、苦，不喜欢太烈，当前场景，约会、毒瘾、商务宴、室外露台，系统就会为你调出一杯专属鸡尾酒，名字可能叫城市边缘的你，暗夜里的木香，甜的刚刚好的重逢。AI 甚至会根据你的面部表情来调整酒精比例，比如你皱了一下眉，它就自动把酒精降一点，换上更柔和的成分。数字酒馆，在元宇宙中，社交也离不开酒。一个程序员开发了虚拟酒馆平台，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小酒吧空间，背景音乐可以是爵士、蓝调或昆曲，装饰可以是老上海风格、蒸汽朋克或赛博朋克。酒瓶虽是虚拟的，但背后是无酒精实体饮品，可邮寄到家。你可以戴上 VR 眼镜，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一起对饮。我们不是真的在一桌上喝酒，但我们却更真诚地聊了2个小时。一位用户留言说，味觉算法与情绪酒谱，科学家也在研究情绪味觉映射怨觉。原来人类在不同情绪下会偏好不同味道，忧伤时更想喝苦味的酒，如黑啤、苦艾；开心时更容易接受甜酒，如梅子酒、香槟；怀旧时更偏向木质桶味的老威士忌。未来 AI 可能为你提供情绪酒谱，今天你悲伤加怀旧，推荐饮品回忆之酒，白兰地基底加焦糖苹果加肉桂，酒成为了情绪调频器，那坛老酒依然温暖。人类和酒的故事已经走过几千年，它从神坛上走下来，经过巫师之手、帝王之口、文人的诗、农民的瓮、科学家的实验室，最终停留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。有人说酒是粮食的灵魂，也有人说星星酒是情绪的出口，但其实酒最本质的角色是一种情感的容器。当你孤独时，它陪你，它陪你；当你快乐时，它庆贺你；当你迷惘时，它温柔地搂住你。但当你学会放下它，它也会默默祝福你。它是朋友，不是命运。所以下次你端起一杯酒时，不妨问自己一句：心我是在喝酒，还是在找人说话？如果你找到了答案，那你喝的就不只是酒，而是人生了。